台北市的早晨依舊忙碌，高樓大廈之間的街道上，車流不息，行人匆匆。老李坐在公車駕駛座上，双手熟練地握着方向盤，臉上帶着疲惫卻溫和的表情。他的背微微佝偻，額頭的皺紋刻滿歲月的痕跡，雙手因多年駕駛而布滿老繭。這個世界對他而言已經變得遙遠，他只是這座城市中一名最不起眼的老公車司機。車窗外閃過的街景，是他無數次重複駛過的路線。他曾經是這條路線上的風景，也見證了許多人的故事。如今，最讓他放不下的是那個已經1年未曾探望自己的女兒李淑娟。公車到站，老李向一位上車的熟客微微一笑，客氣地招呼道：“今天天氣不錯。”但那乘客只是匆匆點頭，隨即低頭看手機，連句寒暄都沒有。他不在意，仍然專注地駕駛，內心卻被沉甸甸的情感填滿。休息時間，他坐在公车公司休息室的一角，翻開老舊的錢包，裡面夾着一張泛黃的照片，照片裡一個小女孩坐在他的肩上，笑得天真無邪。那是李淑娟小时候那個曾經最依賴她的小女孩。如今她已經是一位體面優雅的職場女性，而她只是一個被遺忘的老人。這一天，她終於下定決心。她知道自己時日無多，癌症已經侵蝕了她的身體，她的時間已經不多了。無論如何，她想再見淑娟一面，哪怕只是遠遠地看一眼也好。她拿出自己所剩不多的積蓄，買了一盒她小時候最愛的巧克力蛋糕，又在路邊花店挑了一束新鮮的百合。她希望這次相見，她至少能笑着接過她的禮物，哪怕只是短暫的一刻溫暖。拖着疲憊的身體，她提着禮物，她先回到自己獨居的小屋，打算明天坐上公車前往李淑娟工作的學校。一路上，她的眼神充滿期待，心中默默回憶着她小時候的模樣。然而，她不確定的是，等待她的是溫暖的重逢，還是冷漠與更深的遺憾。冬日的微風夾雜着寒意，老李站在公車月台，手中緊握着那盒巧克力蛋糕與一束精心挑選的百合。他的身體已經虛弱到難以支撐太久，但心中那一絲對女兒的渴望讓他堅持着。終於，公車抵達了那座高聳入雲的辦公大樓，裡面有李淑娟工作的名校。他深吸一口氣，緩緩走向校門口。守衛顯得一身樸素，皺着眉頭攔下他：“先生，您找誰？”老李露出一個溫和的笑容，聲音微弱卻帶着期盼：“請幫我通知李淑娟，就說她父親來看她了。”守衛看了他一眼，最終點頭，拿起電話撥通了李淑娟的辦公室。在寬敞明亮的辦公室裡，李淑娟正站在落地窗前，整理自己明天的會議資料。她穿着一身合身的職業套裝，妝容精緻，一切都彰顯着她的成功與優雅。電話鈴聲響起，她皺起眉頭，不耐煩地接起：“什麼事？”“李小姐，有一位老先生在門口，說是您的父親。”空氣瞬間凝固，她的指尖微微一顫，但很快調整情緒，冷靜地問：“他說什麼？”“他帶了一些東西來找您。”守衛的語氣帶着遲疑。李淑娟深吸一口氣，強壓下心中的不快。她已經很久沒有見過老李了，不是因為她不知道他還活着，而是她根本不願面對他那個落魄衰老的男人，那個她刻意從生活中抹去的存在。让他等着，他冷漠地說，掛斷電話，調整了一下自己的妝容，才不情願地走向校門口。老李站在寒風中，見到淑娟的身影出現，嘴角立刻露出笑意，眼中閃過一絲光亮。他努力站直身體，試圖讓自己看起來不像一個虛弱的老人。淑娟，他的聲音因激動而有些顫抖。然而李淑娟的眼神卻冷淡得像一塊冰，她只是看了一眼父親手中的蛋糕與花，語氣淡漠：“你來這裡做什麼？”老李的笑容僵住了。他本以為至少在這一刻他會表現出哪怕一點點的溫情，但他的語氣裡沒有喜悅，只有不耐煩與不悅。他輕聲說道：“爸爸只是想謝謝你，看看你過得好不好，
然後把花和蛋糕遞過去。这是你小时候最喜歡的蛋糕，我記得你每次生日都想吃這個。李淑娟沒有伸手，沉默了一會兒後，李淑娟才說：“你拿回去吧，我不方便把這種東西帶進我的辦公室。”目光始終未曾落在老李的臉上，他冷冷地說：“我很忙，以後別突然來找我。”老李的嘴角微微顫抖，想說什麼，卻終究沒有開口。他知道自己已經成了他不願承認的過去，他的存在只會讓他感到羞恥。好，他低下頭，掩飾眼中的落寞，緩緩轉身，拖着疲憊的身體，獨自走向公車站。天色漸暗，老李坐在回程的公車上，百合與蛋糕還在他的手上，窗外的燈光模糊地映在他臉上，他的眼神失去了光彩，整個人看起來像是一座被時間摧毀的雕像。他終於見到了李淑娟，可這場重逢比他想象中還要寒冷。他低頭看着自己微微顫抖的雙手，心底泛起苦澀的嘆息。或許他不該來的，或許他對李淑娟的期盼從一開始就是奢望。夜幕低垂，冷風穿過城市的街道，公車緩緩駛向老李的小屋。他坐在靠窗的位置，疲憊地靠着椅背，望着窗外閃爍的霓虹燈，腦海中反復浮現李淑娟那張冷漠的臉。他曾幻想過許多種重逢的畫面，也許他會有一絲感動，也許他會輕輕地叫他一聲爸爸，可現實卻像一把生鏽的刀，緩緩地割裂了他最後的希望。公車停靠在終點站，他緩緩起身，下車時踉蹌了一下，連他的司機同事都忍不住關心地問：“老李，你還好嗎？”他勉強笑了笑，擺擺手：“沒事，只是有點累。”他沿着熟悉的小巷緩緩走回家，腳步沉重，手掌蒼白無力。老李的家是一間狹小的出租屋，窗戶的玻璃已經布滿裂痕，室內僅有一張簡陋的床和幾件破舊的家具。他將鑰匙插入鎖孔，費力地轉動門把，緩緩走進這間屬於自己的孤獨空間。他放下手中的花與蛋糕，目光落在餐桌上擺着的舊相框，那是李淑娟小時候的照片。那時的她喜歡撲進她的懷裡，笑着讓她講故事給她聽。那時的她會拉着她的手，一起去買她最愛的蛋糕。如今那些回憶都已經變得遙遠，像是隔着一層厚重的霧，她再也無法觸及。老李疲憊地坐在床邊，緩緩打開抽屜，拿出一本泛黃的筆記本。他打算寫一封信，一封他不會寄出的信。親愛的淑娟，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，小時候你最喜歡坐在爸爸的肩膀上，抓着我的頭髮大笑。你說爸爸是你的英雄，那時的我真的相信自己可以保護你一輩子。這些年，我知道你一直覺得爸爸是個沒用的老頭，不能給你富裕的生活，不能讓你像其他同學那樣得到一切最好的東西。但我真的已經盡力了，你知道嗎？當你考上大學的那一天，我高興得一整晚都睡不着。我覺得這輩子再苦再累都值得。爸爸不是個聰明人，也不會說那些漂亮的話。你不願意來看我，我也不怪你。我只希望你過得好，只要你幸福，爸爸就滿足了。如果你願意，能不能哪一天來看爸爸一下？哪怕只是幾分鐘，我都會很開心。老李寫到這裡，手中的筆停了下來。他抬起頭，看着天花板，眼中一片濕潤。他知道，這封信也許永遠不會送出去了，也許淑娟永遠都不會想要讀這封信。夜越來越深，老李的身體越來越沉重，胸口的疼痛讓他無法入睡。他緩緩地躺在床上，眼睛望着天花板，耳邊是窗外呼嘯的風聲。他想起了過去，想起了那個曾經纏着他要講故事的小女孩，想起了他成長的每一步，想起了他曾經以為自己還能陪伴他更久一點。然而現在他的生命只剩下倒數計時。他閉上眼睛，疲憊地呼出最後一口氣，意識慢慢地陷入黑暗。這座城市依舊燈火通明，而老李的世界最終歸於沉寂。清晨，陽光透過寬大的落地窗灑入辦公室，
李淑娟正坐在辦公桌前，翻閱着會議文件，精致的指甲輕輕敲着桌面，思考着如何在即将到來的高層會議上表現出色。電話突然響起，她皺起眉頭，看到是一個陌生號碼，猶豫了一下，還是接了起來。喂。電話那頭傳來低沉而沉重的聲音，是李淑娟小姐嗎？她語氣冷淡說：我是老陳，你父親的朋友。電話另一端沉默了一下，接着緩緩說道：老李昨晚走了。空氣瞬間凝固，李淑娟的指尖不自覺地收緊。他怎麼會？她的聲音竟有些不穩。獨自去世的，蓦然發現是公車公司的同事，今天早上找不到他，才過去查看的。老陳嘆了口气，他手邊有封信，應該是寫給你的，我想你該來看一看。李淑娟沒有說話，她的腦海裡閃過昨日那場冷漠的重逢，父親孤獨離去的背影。如今才過去不到一天，他已經離開了這個世界。他的胸口像被什麼狠狠撞了一下，呼吸變得急促，但他很快壓抑下所有情緒，語氣冷漠而強硬地說：我會過去。他站在老李的小屋門口，心中有種說不出的異樣。這裡與他記憶中別無二致，破舊、狹小、寒冷，與他光鮮亮麗的生活形成了極大的對比。老陳站在門口，見到他，只是沉默地遞過那封信，隨後讓出位置，讓他走進屋裡。房間裡依舊凌亂而簡陋，桌上那盒未曾拆開的蛋糕已經變質，枯萎的百合花散落在地上，床上靜靜地攤着一床被子，而它的主人已經永遠不需要它了。他環顧着小房間的簡陋，心臟像被絞緊了一般。他顫抖着打開那封信，熟悉而陌生的字跡映入眼簾，每一行字都像刀鋒般刻進他的心裡。當他讀到最後一句：如果你願意，能不能哪一天來看爸爸一下，哪怕只是幾分鐘，我都会很開心。他的眼淚猛地掉了下來，無法抑制地顫抖着捂住嘴，淚水滴落在信紙上，暈開了一片模糊的墨跡。他一直在等我，他喃喃道，眼中滿是痛苦。老陳看着他，眼神複雜，卻並未安慰他，只是淡淡地說了一句：他到最後都沒有怪你，他只是想看看你。李淑娟閉上眼睛，淚水滑落，她的手指緊緊攥住信紙，指甲嵌入掌心，心中充滿了無法彌補的愧疚。葬禮那天，天空陰沉沉的，沒有陽光，仿佛連天氣都在為這個孤獨的老人與世長辭而悲傷。參加葬禮的人寥寥無幾，除了老陳和幾名公車公司的同事外，就再也沒有其他親人。李淑娟站在骨灰壇前，看着父親的名字，手指輕輕撫過那冰冷的壇身，喉嚨仿佛被什麼堵住了，想要開口，卻發現自己什麼都說不出來。過去的一切片段不斷浮現在他腦海裡。小時候，他騎在父親的肩上，開心地笑着。從青春期開始，他對父親的職業感到羞恥，刻意疏遠他。成年後，他完全拋棄了他，只因他無法為他的社交圈增添光彩。他曾以為自己逃離了貧窮的過去，可現在他才明白，自己逃離的不是貧窮，而是那個最愛他的人。但現在一切都太遲了。他跪在墓前，顫抖着伸出手，輕輕放下一束百合。他終於哭出了聲，淚水滑落，滴落在父親寫的最後一封信上，浸透了那封信的最後一句話。葬禮過後，李淑娟的生活依舊照常，她仍然身處上流社會的圈子，出席高端晚宴，參加精英會議，但她開始察覺周圍的人似乎變了。未婚夫林書鴻在葬禮後對她的態度明顯冷淡了許多。他對她的背景一向不甚關心，但當他得知李淑娟的父親只是個普通的公車司機，並且他對待父親的冷漠態度後，他的眼神裡多了一絲說不出的鄙夷。難道你連自己親生父親都不認嗎？林書鴻在一次晚宴後冷冷地質問他。李淑娟皺起眉頭，不耐煩地說：我不想談這件事。林書鴻搖頭嘆息，嘴角露出一絲諷刺的笑容。如果有一天我失去了價值，你是不是也會像對待你父親那樣冷漠地把我丟在一邊？
這句話像一根針，狠狠扎進了李淑娟的心臟，她頓時說不出話來。林書鴻不再看她，轉身離去。從此，他們的關係漸行漸遠。不久之後，工作上也出現了問題。他的上司楊總看他的眼神中少了一份欣賞，多了一絲難以言說的失望。某天，李淑娟在茶水間無意間聽到同事低聲議論，聽說他連自己得癌症的父親都不願意見，真是冷血。這些話像回音一樣圍繞在他耳邊，讓他感到無處可逃。被孤立的李淑娟開始試圖找回過去的一些東西。她走到熟悉的公車月台，望着那些和父親一樣辛勞的公車司機，心中湧起一股難以言喻的痛苦。她找到老陳，希望他能告訴自己一些關於父親的事情。陳伯伯，他站在他家門口，聲音哽咽，我想知道我父親，他最後有沒有說什麼？老陳看着他，沉默了很久，最終嘆了一口氣，緩緩說道：他一直在等你。李淑娟低下頭，淚水在眼眶裡打轉。但你沒有來。老陳的聲音平靜，卻帶着一種無法諒解的悲憤。他最終沒有等到你。李淑娟再也無法忍受，捂住臉，淚水從指縫間流出。老陳沒有再說什麼，他輕輕關上了門。夜晚，李淑娟一個人坐在豪華公寓裡，房間裡一片寂靜，只有牆上的鐘錶滴答作響。她點開手機相冊，裡面存着她所有精心修飾的社交照片，每一張都光鮮亮麗，仿佛她的人生一直充滿光彩。但現在，她卻覺得無比空虛。她切換到通話記錄，發現自己已經1年沒有主動聯繫過父親。曾經那個等待她電話的人，那個為她傾盡所有的父親，如今已化作一把骨灰，而她連一句謝謝都不曾說出口。她撿起那封已經皺巴巴的信，輕輕讀着最後那句：如果你願意，能不能哪一天來看爸爸一下？哪怕只是幾分鐘，我都會很開心。她哭了，她不可自抑地放聲大哭。可是這次沒有人會再安慰她。外面的世界依舊燈火通明，可她錯過了父親為她開啟的救贖之門。從此，她的世界已然變成一座無間地獄，終生無法逃脫。